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现在农村里面条件是越来越好，家家户户都建了小洋楼。像以前的木房子现在大部分都闲置，有的是直接给它推倒重建，有的是放在那里，人也不要了。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是当地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们家的这栋房子紧靠着河边，地理位置挺高，环境也挺好的，只要1.8万可以给他买下来。那这样的一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这是进村的道路，都是水泥路面，大概宽4米左右，基本上轿车、SUV、房车都可以开进来的。我的车是只能停在邻居家的院坝。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是不通公路的，所以这户人家在10多年前搬出去了，在路边重新建了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也差不多是闲置了10多年左右吧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木房呢，还住着一位老人。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装修风格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感觉还挺不错吧。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啊，也要经过他们家的院坝，从这边走过去。这里有一棵柚子树，枝繁叶茂的。实际上这栋房子是有2条路的，这是一条小路，因为我的车是停在这边，从这里过去呢更近一些。现在镜头前方看到的这栋房子啊，也是常年没在家，主人外出务工。这里原本是有一条毛坯路，可以从这边硬化一下，然后呢，以后车子可以从这里进来。整个路面的地基已经做好了，这边距离进村的道路大概也就20米左右。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啊，是从这里走过去。当然，旁边都是邻居家的一些院坝或者地，想要修路进来挺不容易，因为必须经过这家人的院坝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，如果要买这栋房子的话，估计只能把车最多停在那个位置，以后修好路之后，然后呢再步行走过来。实际上，这边距离房子也就10多米左右吧。这是一栋土家民居木房子，3开间的。这边以前是一间厨房，上面的瓦片都掉完了，主体还在。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啊，就不是特别好，但是这栋房子立柱很好，基本上修起来的话难度不大，通水通电，接网络也非常的方便。这栋房子是整个村子地势最高的一栋房子。看底下的房子虽然都是楼房，但是地势稍低一些。那边是一条大河，也是幽水河的支流之一。河面大概宽有150米到200米左右，河水的深度大概有50米左右，里面很多大鱼。每年夏天啊，来这边钓鱼的钓友是非常多的。房子是独门独院，虽然紧挨着邻居家，但是这也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，因为这边过去的话只有这户人家了，再过去就是一小片竹林，非常的安静。实际上从这边是有一条小路的，从那个位置可以走到河边。这里走下去的话，将近有20来米可以走到河边，底下还有一处泉眼，水质非常的好。这栋房子啊，外墙板还保留的比较好，但是里面的墙板大部分都是坏掉了的。从这边我们可以从堂屋进去看一下，整个楼顶啊
掉下了很多藤类植物，从瓦片穿透进来的。这一片木墙板啊，也是坏掉了的。堂屋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大概堂屋的面积有40来个平方左右，房子的进深有6.5米左右，开间是4.5米。这边是一个卧室，这间卧室啊，地面就没有硬化了，后面的木墙板也是没有了。当然，这些木墙板可以装修的，很简单，就像我们在河边改造那栋房子一样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上面铺了一层楼板，当然楼板损坏的也非常的严重，这些楼枕啊，有的也是坏掉了，像这根已经腐朽了，这边有些还可以用。墙板之上贴了很多海报，以前都是80年代那些明星的一些照片，充满了年代的记忆啊。从这里走进去的话，可以看到这栋房子是背靠着大山吧，相当于面朝大河。其实背后的宽度大概有2米左右，可以把它用砖砌加建出来，然后在这边呢做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也是挺不错的。看到吧，这栋房子的立柱都挺好的，打磨一下，再把木墙板装上，基本上住起来也非常的舒服。我在想，像这样的木房子啊，还是要做一个纯实木地板，这样子要干燥舒适一些。从这边可以走得过去了。堂屋的两侧都留有房门，方便进入两边的卧室。2楼啊，基本上是不住人的，但是可以上去。每家每户都有一座那个小木梯，可以爬上2楼。当然，在2楼做一些应急的房间也可以用一下的。这栋房子上面的领子还可以，但是有些也是需要换掉的。推开门，这边也是一个窗户。以前他们家的火塘是在这边的。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房子啊，基本上3开间的房子中间都不做隔断墙，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卧室，这样子还挺宽的，背后也都是没有墙板了。这边还留了一道侧门，可走得过去。以前他们家的卫生间是在这边的。哎，那边有一只那个啄木鸟，一直在那里挖虫子吃吧。哎，这边有好几间这样的，应该算杂物间，还是以前养猪的猪圈。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做旱厕，把它推倒了之后，在这里加建一些房间出来也是可以的。这一片地啊，也都是他们家的，还挺宽。在这边，如果把它买下来，养鸡、养鸭、养鹅，在旁边呢再种点菜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就是一个旱厕了。现在上面的瓦片都看不到了，因为这栋房子啊，大概10来年没有住人。其实这里都还挺宽的，背后就是大山了。这旁边啊是一些灌木丛。哎，这只啄木鸟在哪里啊？听见响声，没有看见它。刚才我说的那条小路应该就是从这里走过去的，可以一直走到河边。这个价格倒是挺让人心动的。
我都有点打算把它买下来。18000的价格确实不贵呀，光买一个地基都要不少钱呢。况且这栋房子我们走了一遍，看了一下，大概占地面积有接近300多个平方左右吧。虽然车子是不能开过来，但是走那么10-20米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每天坐在院子，可以看看河面的环境，地势高嘛，其实每天敞开大门就可以看见大河了。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挺不错的。这边的院坝也有那么宽，大概有20多个平方、30个平方左右吧。平时主人家在这边养鸡啊，地上有这是什么？看起来也不像粮食作物。还是喜欢这个院子，地势高，环境好。这边距离城里面有1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.5公里，交通也是挺方便的。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，采光非常的好。没事的话，夏天可以到河边游泳，也可以钓鱼，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隐居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顺便再来看一下这间厨房，以前里面也是有灶台的，当然现在上面的瓦片都看不到了，所以整个灶台长满了杂草，也是典型的农村柴火灶。这个厨房大概也就20多个平方吧，砖体结构的。当然这些如果把它买下来，需要把这些砖全部拆了，再重新砌。我刚刚和大哥在电话里面又聊了一下，他说厨房以外都是邻居家的，也就是这边有一小块空地是旁边这户邻居家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买下来也用不上。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从山上有下来的很多水管子，上面啊有一口泉眼，村里面喝的也都是山泉水，每家每户都把管子接到自己家里面了。这栋房子也是一样的，管子已经接过去了。我总感觉像这样的房子，如果把它买下来，最好还是把瓦片给换掉，换那种瓷瓦，比这种青瓦我感觉要简单省事一些。这种瓦啦，2-3年需要检修一次，挺麻烦的，每次检修大概要2-3千块钱呢。刚才我们在电话里面还谈了一下进入房子的路，这里啊就是修好的毛坯路，从这边走过来的，那边就是进村的马路了。从这里过来大概也就15米左右吧。毛坯路已经修好了，村里面也上报了，马上就开始要把这一段做硬化，以后车子是可以直接开到这块位置的，相当于啊，以后可以从这边走过去，距离房子也就10来米左右吧。朋友们啊，就是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就这个价格，你们觉得贵不贵啊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